SpaceX 目前正在拆除他們位于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的发射台，這聽起來可能很瘋狂，但這都是該公司星艦火箭宏偉計劃的一部分。它將徹底改變我們所知的太空飛行。2025年是 SpaceX 的學習之年，有時甚至是慘痛的學習。但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2026年打造成行動之年。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瘋狂的事情，但與接下來發生的一切相比，那都微不足道。SpaceX 的未來圍繞着他們的星艦超重型火箭，它是有史以來最大、最強大的飛行器。到2026年，它只会变得更大、更強大。這就是星艦 V3，它主要分為兩部分，或者說兩級。第一部分是超重型助推器，這是火箭的整個下半部分，也是讓我們升空的部分。底部塞滿了33台火箭發動機，由液態甲烷提供燃料，產生的推力是舊的土星5號火箭助推器曾將人類送上月球的2倍多。這個助推器在完成任務後也可以返回地球，並自行降落在巨型機器人塔的懷抱中。然後是上半部分，那是飛船機。所以當我們說星艦時，我們通常特指這一部分，它只有6台發動機，但你會注意到其中3台看起來大得多。這些是特殊的發動機噴嘴，旨在為飛船提供穿越太空真空的動力。在那裡，它將能夠將150公噸的有效載荷送入地球軌道。打個比方，這相當於大約7個半 SpaceX 獵鷹9號火箭的入軌有效載荷。進入軌道後，星艦可以做2件事之一，它可以使用其防熱罩重新進入地球大氣層，然後利用火箭頭部和尾部的機翼在空中飛行，最後也降落在巨型機器人塔上。或者第二種選擇是，它可以在軌道上與另一艘星艦對接，以補充燃料，然後利用額外的動力飛向更遠的太空。從這裡，星艦可以飛向月球甚至火星，具體取決於 SpaceX 首先選擇去哪裡。這還不是星艦和超重型的最終形態，但可以將其視為我們短期內會看到的最後一次進化，所以值得熟悉一下。V3是2年半以來進行的11次星艦試飛的產物。現在你可能已經注意到，通往這裡的道路充滿了爆炸，星艦經常爆炸。即使一切都按計劃進行，火箭最終也會起火。所以讓我們來談談這一切背後的學習過程。2025年以星艦 V2 的推出開始，再次強調，我們談論的只是火箭的上半部分。助推器從2024年開始基本保持不變。早在1月份，我們就承諾這艘 V2 飛船將是一次重大升級，但感覺肯定不像是一次升級。第一次發射進展不順利，在與助推器及分離幾分鐘後，飛船發生了一系列發動機故障，導致它很快失控，墜回大氣層，並分解成數百塊燃燒的碎片，灑落在西印度群島上空。SpaceX 解釋說，故障的原因是諧振響應，這基本上意味着火箭被自身震動致死，所以他們做了一些設計更改來防止這種情況再次發生。僅僅2個月後的下一次飛行中，又發生了驚人相似的事情。飛船的一台發動機爆炸了，它失控旋轉，墜落燒毀，在夜空中制造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煙花表演。SpaceX 解釋說，儘管2次事件看起來相同，但第2次事件實際上是由不同的問題引起的，導致燃油洩漏並引發爆炸。所以他們做了一些設計更改來防止這種情況再次發生。再過2個月後的下一次飛行中，星艦實際上成功完成了全部發動機點火，情況開始好轉，持續了大約30秒。然後飛船開始緩慢地偏離航線，接着開始倒飛。很快，它就劇烈的失控旋轉，並在非洲上空某處的大氣層中燒毀。SpaceX 解釋說，這次事故實際上是由於燃油箱壓力損失造成的，而飛船的轉向推進器需要這種壓力才能正常工作。因此，此後他們基本上無法控制火箭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些設計更改來防止這種情況再次發生。僅僅1個月後 ，SpaceX 毫不氣餒，他們又推出了一艘星艦 V2，並準備發射。火箭正在進行最後的發動機測試階段，然後它爆炸了。這次它甚至沒有機會飛入太空成為燃燒的碎片，它只是在地面上以一場相當壯觀的火球爆炸了。SpaceX 解釋說，這次實際上是火箭鼻錐中儲存的一個加壓氣體罐突然爆裂，並連同燃油箱一起摧毀了，所以他們再次進行了一些設計更改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。至此，我們終於迎來了星艦第10次飛行。這次沒有爆炸，至少沒有完全爆炸。它確實發生了一點點爆炸，但影響微乎其微。這意味着我們第一次看到了 V2 飛船載入大氣層並降落在印度洋的水面上。這個着陸點就在澳大利亞西北海岸附近。只剩下最後一艘星艦 V2， 最後一次機會向我們展示這艘飛船的真正能力。2025年10月 ，SpaceX 終於實現了一次無爆炸的星艦試飛。火箭以亞軌道軌跡飛入太空，這意味着它的速度不足以完全繞地球1周而不墜落，這是有意為之的，是一個安全特性。這意味着火箭不會被困在軌道上，但在它升空時，
它向太空部署了有效載荷，那是一些模擬的星鏈衛星，然後在载入大气层後，星艦利用其机翼在空中操縱，为明年的一项重大事件进行演練。首次星舰塔架捕獲，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超重型助推器完成这项任務，這確實令人印象深刻。但同時，我們也可以承認，這與 SpaceX 在過去10年中用獵鷹9號助推器所做的幾乎相同。他們只是把一切都做得更大。現在火箭末端不再伸出着陸腿，而是發射塔伸出捕獲臂。現在嘗試讓火箭從軌道返回並做同樣的事情，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將是一種全新的體驗。這也是 SpaceX 計劃在2026年上半年嘗試的事情。但這就是 V3 飛船的制造目的。V2 的所有爆炸和測試都為之鋪平了道路。塔台捕獲令人驚嘆，但 SpaceX 還將在2026年進行一項更重要的星艦測試——軌道加油。這是星艦最大的設計挑戰之一。它非常重，這意味着它必須燃燒大量的燃料，才能將自身和有效載荷送入近地軌道。我們稱之為大約400公里或250英里的高度。國際空間站就在那裡。就外太空而言，這個高度實際上並不算高。我們有許多衛星位於3萬公里以上的地球同步軌道上，所以如果星艦想一直飛到那裡，它就必須在途中補充燃料。這意味着第2艘星艦作為燃料庫也需要發射到太空，然後2艘飛船需要匯合、對接並轉移火箭燃料。這類似於軍隊對噴氣式飛機所做的事情，但問題是這在太空中從未嘗試過。它可能不像看起來或聽起來那麼困難，但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知道。SpaceX 在2026年還想做的一件事是把他們的第1艘星艦送往火星，在那裡它將嘗試降落在火星上。但是為了讓一艘飛船能夠飛那麼遠，它實際上需要進行幾次軌道對接和加油操作。在我們能去火星之前，我們必須讓燃料轉移工作；在我們能進行太多加油之前，我們需要讓塔台捕獲工作，因為我們必須捕獲星艦才能重複使用它們。如果我們不能重複使用飛船，那麼這一切就會變得非常昂貴和耗時。所以一切總是為了去火星，這只是一個需要在此過程中發生的複雜過程。話說回來 ，SpaceX 是如何支付所有這些費用的呢？建造然後爆炸這麼多巨型火箭，這是2026年的另一個主要目標——星鏈。在星艦能夠在火星上建造一座城市之前，它必須在地球上做一些繁重的工作。這就是我們看到 SpaceX 在第10次和第11次飛行中練習的，部署這些新的星鏈 V3 衛星。這些衛星就像星艦本身一樣，更大更強大。所以這裡有點矛盾。SpaceX 需要更大更好的星鏈來繼續增加他們作為移動互聯網提供商的收入，而他們需要這些收入來支付星艦的費用，但他們也需要星艦來部署這些相同的衛星。自星鏈首次部署以來的5年裡，這項服務已發展到覆蓋150個國家地區的700萬用戶。現有網絡能夠提供平均每秒200兆比特以上的下載速度，這對於衛星互聯網來說是驚人的。但 SpaceX 確實指望這項服務變得與地面 5G 連接一樣好或更好，所以他們需要增長，他們需要星艦成為這種增長的主力。因此，我們預計在2026年 ，V3 飛船也將向真實的近地軌道部署真實的星鏈有效載荷，在1年內完成如此多的任務。這些里程碑中的每一個都是前所未有且本身就令人難以置信的。但同時，致力於所有這些事情，對 SpaceX 來說，則是另一個層面的雄心壯志。這還不包括他們正在努力運營一個已經成功存在的獵鷹9號火箭業務。但就目前而言，美國宇航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，而且情況很可能會在好轉之前變得更糟。因此，在許多方面，星艦是我們2026年在太空飛行方面唯一可以確定的期待。它可能不會完全成功，而且很可能不會，但那也是樂趣的一部分。SpaceX 的星艦計劃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，雖然經歷了多次爆炸與失敗，但每一次挑戰都為成功鋪平了道路。2025年，星艦 V2 的測試持續推進，而2026年將是 SpaceX 持續突破和創新的關鍵之年。隨着星艦的逐步進化 ，SpaceX 的目標不僅是將人類送上火星，還要通過軌道加油、塔台捕獲等技術，確保星艦的重複使用，為未來的太空探索奠定基礎。而在此過程中，星鏈的部署和發展將成為關鍵的收入來源，幫助 SpaceX 支持其雄心勃勃的太空項目。請在下方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。感謝觀看我們的視頻，並開啟通知鈴鐺，期待在下一期視頻與你相見。
嗯。